这是一个69岁的女人，她走进心理诊室，宣布了自己的生命倒计时。她叫李姐，她的声音平静得像在预约牙医。她对心理治疗师王医生说，如果70岁生日之前我的人生还没有改变，我会结束这一切。王医生愣住了，在心理诊室里，他听过各种各样的痛苦，但李姐说这句话时，她的表情没有愤怒，没有悲伤，她像一个已经深思熟虑，做好了全部安排的人，只是来通知一声。李姐的人生是这样的：3段失败的婚姻，第一任丈夫酗酒、家暴，她和孩子在拳头下把3个孩子拉扯大。离开那段婚姻之后，她又接连走进了2段同样令人窒息的关系。3个孩子成年后，一个接一个的疏远了她，电话不接，节日不回，最后剩下一间没人敲门的公寓。她每天画画、散步，等天黑，然后第2天起来重复。真正危险的，不是一个人想结束生命，而是一个人已经相信自己的人生不存在任何改变的可能。而李姐身上最让人不安的，恰恰是她的平静。那是一种放弃了抵抗之后的平静，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不再扑腾了。这让心理治疗师王医生想到一个问题，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：一个人到底是从哪一刻起真正放弃了自己的？是伤害发生的那一天吗？是第一任丈夫第一次动手的那个晚上？还是孩子最后一次挂断电话的那一刻？也许那个时刻不是某一天，而是每一天，每天早上醒来，在心里重复一遍那个相同的结论的时候，是什么决定了我是谁？如果问我们为什么李姐走不出来，我们几乎会脱口而出，因为她的过去太惨了，伤害越深，愈合越慢，天经地义。一个被命运反复碾压的人走不出来，有什么奇怪？科学也站在这个答案的一边。童年逆境研究告诉我们，早期创伤的影响可以延续几十年，甚至写进身体的基因表达里。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。这句话几乎每个人都听过，但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，同一对父母，同一个屋檐，同一段童年，亲兄弟姐妹，为什么一个走出来了，一个被困了一辈子？同样的战俘营，有人出来后重建事业，组建家庭，有人终生活在铁丝网里，同样是失恋，有人半年之后重新开始，有人10年后还无法释怀。在发生了什么和我们现在的痛苦之间，还隔着一件东西，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它，而它才可能是真正的凶手。我们现在相信什么？回到李姐，她对王医生说了一句话：我的人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毁了。她是在描述事实吗？这不是一句描述，这是一份判决。而签发这份判决的法官不是她的前夫，不是她的父母，是她自己。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，而是我们给过去写下的结论。我们总以为自己背着过去在活，其实不是，我们背着的是对过去的结论。过去发生了什么和我们现在相信什么是2件事，而真正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前者，是后者。王医生在多年的治疗工作中发现了一个规律，每个走进诊室的人带来的都不是过去本身，而是一个讲了千百遍的故事版本。他们对自己的经历有一套完整的叙述，但治疗师真正的工作不是听故事，而是听出故事里被删掉的段落，被修改过的情节，以及那些本人已经深信不疑却并非事实的结论。这不是王医生一个人的发现，心理学家洛夫特斯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，他向一群成年人植入一段童年从未发生过的记忆，告诉他们你小时候在商场走丢过。结果很多人不仅想起来了，还自行补上了丰富的细节，妈妈当时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自己哭了多久，自己是被一个穿蓝衬衫的老人牵着找到妈妈的。这些细节全部是大脑自己编的。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记忆是假的，而是说记忆每被回想一次，就被今天的我们重新编辑一次。我们不是在回忆过去，我们是在用现在的结论反复翻拍过去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同一段经历可以被写成完全不同的结论，而2个不同的结论会把2个人引向截然不同的人生。举个例子，同样被父母忽视的2个孩子，长大以后，小赵的结论是我的父母不完美，但那是他们的局限，不是我的价值。小钱的结论是连父母都不爱我，所以我不值得被爱。事件相同，结论不同。从那以后，2个人就活在了2本不同的书里。小赵按着我值得去选工作、交朋友、谈恋爱，遇到不尊重他的，他会想这个人有问题，然后离开。小钱按着我不配去忍受、去讨好、去逃避，遇到不尊重他的，他会想果然如此，然后留下来。10年、20年、30年过去了，2个人的人生越来越不一样。旁人看到的是命运的差异，但起点是同一段童年，同一对父母，同一间屋子。真正的分岔路口不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天，而在结论写下的那一刻。
而最微妙的是，写下结论的那一刻，通常是我们最痛的时候，也是判断力最差的时候。一个5岁的孩子被父母忽视之后，得出我不值得被爱的结论，我们不能怪他，因为那是一个5岁的孩子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。但问题是，30年后，我们还在用5岁时的逻辑运行整个人生。你有没有一个讲了很多年的自己的故事？我就是没天分，我家条件不行，我遇人不淑。先别急着确认它是事实，它可能只是我们在最痛的时候，在最没有能力判断的年纪写下的一个出版结论。然后我们照着这个结论活了20年、30年，从来没有回头问过这个结论还对吗？他当年写的对吗？但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，因为如果只是一个结论，改掉它不就好了吗？我们只要想通不就行了？可为什么那么多人明明知道自己困在旧故事里，却还是在原地打转？你是在重复熟悉。王医生的诊室里还有另一个病人，小华，25岁，聪明漂亮，事业顺利，但他的感情生活像一张坏掉的唱片，卡在同一首歌上反复播放。每一次恋爱，他都精准地爱上同一种男人，冷漠，不回应，忽远忽近，每次都觉得这次不一样，每次结局都一样。朋友劝他换个类型，他自己也觉得该换。最奇怪的是，他身边并非没有真诚温暖的追求者，他不是没遇到过好人，但面对那些稳定的、安全的人，他觉得没感觉，不是不好，是无聊，是心里激不起任何波澜，反而是那些让他猜不透、让他患得患失的人，才让他心跳加速，觉得这才是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后来在治疗的过程中，拼图终于凑齐了。小华的父亲是一个酗酒者，清醒的时候温柔极了，喝了酒就像换了一个人。他整个童年都在做一件事，猜今天推开家门，后面站着的是那个温柔的爸爸，还是那个让他害怕的陌生人？他这次离开之后还会回来吗？如果我再乖一点，再懂事一点，他是不是就不会走了？他不是在找男朋友，他是在找那扇永远差一点就打开的门。心理学把这种现象叫做强迫性重复，大意是人不是被幸福吸引，而是被熟悉吸引，哪怕熟悉带来的是痛苦。潜意识的算盘是这样打的，找一个和当年相似的人，重演旧剧本。这一次我要让结局不同，这次他一定会为我留下来。这不是理性的选择，这是一种深层的自动导航，而导航的目的地是几岁时就设定好的。童年留下的那些未完成的问题，会不断邀请我们回去寻找答案。我们可以拒绝这份邀请，前提是我们得先看见它。可怕的是，大多数人看不见。我们给过去写下了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又变成了身份。我是不值得被爱的人，不再是一句判断，它变成了小华看待一切的底色。他带着这个身份去选人，去恋爱，去受伤。每一次被冷漠对待，旧结论就得到一次验证。你看，果然没人会真的爱我。验证越多，结论越牢，结论越牢，下次选人的时候就越精准地奔向同一种类型。最让人不安的是，当他再次遇到冷漠的人时，他内心深处闪过的不只是失望，还有一丝诡异的确认感，好像有个声音在说，终于又有人证明我是对的了。人有时候宁可要一个悲惨但正确的故事，也不要一个幸福但陌生的可能。我们可以停下来想想自己的生活里，有没有类似的巡演，总遇到打压型上司，总在关系里当拯救者，总把生活过成救火现场，总是在某个关键时刻退缩。也许值得查一查，这个剧本的第一版写于几岁？我们以为我们在经历人生，其实我们可能只是在巡演。但故事到这里，接下来的问题更让人困惑。为什么有人明明看到了出口，反而转身就跑？为什么会拒绝幸福？我们回到理解。治疗进行了几个月之后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不是理解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，而是他的生活里出现了变化。楼下搬来了一家人，那家的孩子们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这个安静的老太太，放学后常常跑上楼来找她玩，家里的大人也真诚地邀请她一起吃饭、过节，周末一起去公园散步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善良的年老男性用一种不冒犯的方式对她表达了好感。几十年了，理解的生命里第一次有人敲门了。我们可能以为这就是故事的转折点，但理解的反应让王医生深感意外。他逃了，他开始找各种借口疏远那家人。我不方便，我有事，你们不用管我。那个善良的男人再来敲门，他假装不在家，他把好不容易推开一条缝的门又用力拉上了。一个等了一辈子的人终于等到了，为什么不是扑过去，而是转身就跑？因为接受幸福意味着他必须面对一件比痛苦更痛的事。如果他打开那扇门，开始一段新的生活，那就等于承认一个事实，原来我还能幸福。而这句话的下一句是，那过去几十年，我为什么没有允许自己幸福？承认未来有可能，等于承认过去那本书写错了。
推翻一本写了几十年的书，比继续照着它受苦更让人恐惧。痛苦提供解释全人生的一切不如意，都是因为过去，不需要再去面对，也许是因为我自己这个更难回答的问题。痛苦提供安全感，不再期待，就不会再被伤害。已经到了谷底的人，至少不用担心还会跌落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已经习惯了，但习惯不是接受，习惯是我们用痛苦跟命运签了一份和平协议，我不再要求更好的生活，他也不再给我新的失望。如果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，也许会发现我们也签过类似的协议，只是我们叫它认命。书里有一幅漫画，王医生反复提到，画面上一个囚犯拼命摇晃铁栏，呐喊着放我出去，但铁栏的两侧空无一物，随时可以绕过去。他不是出不去，他是不敢让自己出去。有时候人真正舍不得的不是痛苦，而是那个因为痛苦才成立的自己。书中还有一位病人叫张总，好莱坞金牌制作人，6年前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年幼的儿子。从那以后，他把自己裹进一层刺猬一样的壳里。他管所有人叫白痴，对妻子冷漠到近乎残忍。他宁可被所有人恨，不肯被任何人心疼，因为恨隔着安全距离，而心疼会碰到伤口。他用愤怒建造了一座堡垒，把悲伤关在最里面，也把所有的爱挡在最外面。停下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抱怨了10年的工作，为什么不辞？消耗我们的关系，为什么不断？不是真的没有别的选项，也许是因为熟悉的地狱好过陌生的天堂。但如果我们真的想走出来呢？靠自己想清楚行不行？为什么靠自己想不通？讲到这里，我们来看看这本书里最意想不到的一个角色，不是李姐，不是小华，是作者王医生自己。王林是一位资深的心理治疗师，他每周坐在那把椅子上，帮几十个人拆解人生的死结。他旁观者清，分析精准，病人们觉得他几乎什么都看得透。然后，她的男朋友跟她分手了，就这么一件事，不是丧亲，不是绝症，不是破产，但这位帮别人处理过离婚、丧亲、绝症的专家崩溃了。她深夜偷查前男友的社交媒体动态，白天上班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。对面坐着的病人正在倾诉自己的痛苦，她满脑子想的却是她现在在干什么。她把自己交给别人的所有方法，认知重构、情绪觉察、理性分析，全部在自己身上试了一遍，全部失灵。最后她去挂号看了心理医生。这件事很有意思，她懂所有的道理，但还是不行。后来王医生明白了原因，不是因为道理没用，而是因为我们无法用制造问题的那颗大脑去完全解决这个问题。写下我们人生故事的和负责审查这个故事的是同一个人。我们用来反思的那副眼镜本身就是带度数的。所以看别人的人生，人人是明白人；看自己的人生，个个是当局者。这就是明明知道却改变不了的答案，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够，不是因为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我们用来观察问题的那个工具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。所以这本书叫做《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》。这个书名不是一句安慰，不是在说找个朋友倾诉一下就好了。他说的一件更本质的事，找个人聊聊的意思不是发泄，不是安慰，是校对。我们需要一个站在我们故事之外的人，指给我们看哪些是事实，哪些只是我们当年在最痛的时候匆忙写下的结论。不是帮我们推翻旧故事，那是我们自己的事，而是帮我们看见旧故事，看见它的存在，看见它的边界，看见它不是事实，只是版本。我们都是别人问题的天才，自己问题的瞎子。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，社交媒体给了每个人无限的曝光机会，但曝光不等于被看见。我们发了1000条动态，收到了1万个赞，但有谁真正坐下来，认真听我们讲完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，然后温和地指出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不是这样的。看见自己这件事，单机模式无法完成。人类的自我修复系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，它需要对手戏，那个不断重写过去的人。我们回到李姐，这是她故事的最后一段。70岁生日之前，李姐终于做了件她推迟了几十年的事，她给疏远多年的孩子们写了信，信里没有辩解，没有你们不理解妈妈的苦衷，没有要求原谅，她只是写了一句话：我知道我没有保护好你们，我很抱歉。有些孩子回信了，有些孩子没有回，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当那个楼下的家庭再一次邀请他的时候，他没有找借口，没有转身，他走了进去。然后他在诊室里对王医生说了一句话：原来这辈子还来得及。一个给自己判了死刑的人，在行刑前一刻亲手撕掉了判决书。但是李姐走出来不是免费的，她付出了一个巨大的代价，那个代价叫做清白感。几十年来，李姐活在一个痛苦但干净的故事里，一切都是别人的错。酗酒的前夫，缺席的父母，冷漠的世界，她是受害者。受害者不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
这个身份虽然沉重，但它提供了一种安全，至少不是我的问题。而新故事要求他承认一件事：过去无法选择，但这几十年里拒绝走出去的每一天，都有他自己的选择。那些敲门声，他不是没听到，他是选择不开门。改写故事，意味着从被告席的清白，走向作者席的责任。这个转换是整个疗愈过程中最难的一步，比面对过去更难，比承认痛苦更难。因为旧故事有一个隐藏的舒适区，不需要承担，我只是受害者。受害者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等待，等待道歉，等待公正，等待世界对我好一点。而新故事说，等待结束了，从此以后，我的人生由我负责。但是，重新拿回人生的主动权，绝不意味着否认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。恰恰相反，只有先承认伤害真实存在，承认它不该发生，我们才有资格做下一个决定，不再让它继续决定未来。承认伤害是对过去的诚实，拒绝被伤害定义是对未来的诚实。这两件事不冲突，所以这本书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认知框架的转换。旧框架，过去发生的事决定了我是谁；新框架，过去发生的事只是素材，我给素材写下的结论才决定了我是谁，而结论永远可以重写。心理治疗，甚至不只是心理治疗，我们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长，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，把自己从故事的角色升回故事的作者，不是否认故事里的伤疤，而是拿回那支笔。理解用了69年才走到那一步，而他走到的那一刻，证明了一件事：人不会真正被过去困住，除非他自己同意。理解没有改变过去，他只是终于停止继续替过去服刑。判决书和序章之间，只隔着一个愿意重写的人。